高达宇宙科技这么发达，为啥不用 AI 取代人类驾驶员呢？在之前我们讨论高达的驾驶方式时，提到了机体的正常运行需要大量的 AI 辅助，比如驾驶员下达向前步行的指令时，只需要前推推杆，高达就可以自动侦测周围地形，并做出合理的步行动作；而当驾驶员下达挥砍光束军刀的指令时，只需要通过推杆确定攻击范围以及角度， AI 就可以规划出合理的出刀姿势，同时控制四肢保持机体平衡。甚至当驾驶员需要抓住某样东西时，只需要下达抓握指令， AI 就可以识别物体上合适的抓握点进行抓握。这时就有不少观众吐槽了，你这啥事儿都让 AI 规划了，那还要驾驶员干嘛？不能做成远程控制，或者直接让 AI 自己开高达不就完了吗？首先远程控制就别想了，高达各个宇宙基本都有干扰通信的东西，比如 UC 的米氏粒子、SID 的中子干扰器、00的 JN 粒子，虽然它们的干扰强度不一，而远程操控终究会受到影响而变得不可靠。那么只剩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为啥不让 AI 直接驾驶高达呢？其实这个话题高达 W 就有过深入的讨论。在剧集中期，军方根据优秀驾驶员的操作记录，改写出了能够自动驾驶的 AI 系统，并将其命名为机动人偶。它们不但便于批量生产，还拥有着远超普通士兵的反应能力，并且不怕死的 AI 也更有利于作战任务的执行，在进攻时能够保持编队利益最大化，而不计较单位 MS 的得失。这一点就算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在遇到极端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出岔子的。之后随着更适合 AI 驾驭的 MS 比尔哥的出现，机动木偶的作战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是能几乎完全取代传统士兵的。怎么样，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已经符合大多数观众对 AI 的期待了？可是就算是这样的 AI 部队，在剧中呢也存在着两个巨大的缺陷。第一， AI 逻辑的编写和学习是一个非常让人头大的问题。高达 W 这部剧在创作之时， AI 技术还没有迎来飞跃性发展，因此在剧中的机动木偶在我们看来就略显死板了。剧中也有描述，由于他们的行动模式比较固定，所以很容易被有经验的机师找到破绽，从而击破。可如果我们加入更先进的 AI 理念，是否结果就会有所不同呢？这一点相信屏幕前从事 AI 相关工作以及研究机器学习的朋友们会更懂一些。我这里只是稍微抛砖引玉，设想一下，就比如说训练的数据量吧。要知道战场环境是很复杂的， AI 不仅要让机体做出合适的动作，同时也要有能力识别周围所有的物体，这样才能够算出自己是否应该进行攻击，而这是需要相当大的数据支撑的，且让 AI 对未记录的数据做出快速反应也是个难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敌人对机体进行了伪装，使得 AI 采集到光学数据与库中存有的资料不符，它该如何做出快速判断呢？这一问题在 UC 宇宙这种非 AI 主导的战场上都会出现，典型的就是气球伪装会被 AI 自动识别为敌机，而驾驶员在驾驶舱中看到的画面又是 AI 生成的，导致驾驶员也会误以为这个就是敌机。虽然之后机体升级了识别系统，但在面对更加真实的模型时依然会被骗。相对来说，人脑在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以后，就诞生了一种叫做直觉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虽然也有可能会被逼真的模型所欺骗，但直觉敏锐的驾驶员会快速对这些障眼法做出反应，这一点就是机器很难做到的了。编程人员总不能给 AI 写一个觉得不对劲就可以攻击的词条吧？那这个 AI 真的是太危险了。而这也牵扯到 AI 的第二个重大缺陷了，那就是人道主义上的辩证。在高达 W 中，反对机动木偶的不只是那些对立立场的势力，连 OZ 内部也有以脱帅为首的派系，不认可机动木偶的作战方式，因为一旦人类将枪与子弹托付给了 AI， 那么它只需要下达攻占指令，就可以由 AI 替人类完成一切杀戮行为。最后的结果就是 AI 在战场上不存在善恶观，只是忠实的执行命令，不放过任何一个目标，而后方的指令员也收不到任何来自于一线士兵的反馈。如果这种战争方式持续下去，久而久之再也没有亲临一线的士兵，后方的指挥官也都是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在他们眼中战争更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这样的未来会有多么恐怖，我真是想都不敢想。而且就这咱们还都是直接往大了讨论了，就以现在的普世价值观来看，能赋予 AI 杀死人类的权限就已经是很难以想象的了。现代战争中虽然已经出现了大量 AI 无人机，但真正要攻击人类时，这个攻击指令还是要后方操作人员确定并下达的。对于人类来说，让 AI 可以获得左右人类生命的权利，这实在是太危险了。毕竟机器人三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旁观这一条，不然以 AI 的进化速度，一旦让他们获得了生杀大权，那这些危机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所以总的来说AI 无论是在实战中较差的应变能力，
题，还是在人文道德观中所受到的限制，都是其作为 MS 这一战争机器独立驾驶员所无法忽略的问题。大家对这一事有什么见解，也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 Seed 中的爆种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过往的视频中呢，凡是涉及到高达 Seed 系列的，都会有人问爆种究竟是什么，或者对爆种有一些误解性的言论。看到这个场面啊，我作为一个研究高达 Seed 的专家，就不得不给大家做视频来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爆种了。这个东西说简单了，其实就与超级赛亚人有点类似，是让人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不过与超级赛亚人不同的是，想进入超级赛亚人的状态，首先你得是个赛亚人。单就这一个前提条件，相信屏幕前99.2887%的观众啊就已经达不到了。而爆种则不同，无论你是不是调整者，都可以爆种的。这个时候肯定很多人打问号啊，或者提卡加利了吧？其实这个也算是很多人看 Seed 经常会误会的地方。卡加利虽然与吉拉是龙凤胎，但吉拉是在受精卵阶段就被从母体中取出单独调整的，而卡加利则是在吉拉母亲的坚持下留在肚子里边自然发育而成的。因此呢，吉拉是调整者，卡加利是自然人，这个逻辑啊也是很清晰。那么在此前提下，就是制作组正面向大家展示，爆种与调整者并不是绑定关系了，只不过自然人的爆种是把战斗力从5上升到50，而调整者的爆种是把战斗力从25上升到了250，大概是这么感觉啊。所以理论上，像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也是拥有着爆种的能力的，只不过可能你爆的未必是 Seed， 而是别的什么。那么问题来了，爆种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爆出来呢？ Seed 作为点题番剧名称的存在，全名是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决定种子进化的关键因子。在 CE 宇宙的科技树中，虽然还无法科学的定性爆种到底是啥，但是它的存在呢，已经是精英圈公认的了。毕竟这玩意儿在设定中是曾经在学术杂志中公开讨论过的。你看牧师第一次说吉拉是拥有 Seed 的人时，拉克斯就不会追问 Seed 是哪尼莫诺迪斯瓦，并且拥有 Seed 的人将被视为是率先进入人类下一个阶段的群体。这一点呢，其实就是照抄的 UC 纪元的 New Type。虽然对它究竟是啥不太了解，但是对它的功效记录还是很明确的。爆种后的人在视觉、听觉、触觉、感知等一切人体感官能力上都会进行质的飞跃，而且还能在提升反应速度的同时提升空间认知能力，就是操控龙骑兵所需要那种能力啊。另外呢，爆种状态下的人还会进入极度专注的状态，思维和判断力也会提高，小鸟除外。有着如此大的加成，使得就算是自然人也能够通过爆种展现出超越调整者的实力。其实按照虎爷对爆种人的形容，那就是飞鸟这种啊才更贴切。然而呢，看看吉拉和阿斯兰，反而多数情况下都是爆种以后变得安静了。这个就要说说该如何爆种了，大家可要听仔细了啊！目前已知的爆种主要有2种引发条件。第一种呢，是在有强烈的想要保护伙伴的意志下所引发的爆种，也是传说中的对面喊着友情啊、羁绊啊就冲上来的那种，属于日漫中非常常见的桥段。吉拉早期的爆种也主要是为了保护小伙伴和刚交的马子，这个相信大家稍微回想一下就能想起来。而另一种爆种呢，则是因为愤怒而引发的，如阿斯兰和飞鸟的第一次爆种都是如此，这也是更符合之名的状态。其实说起来啊，贝吉塔口中的超级赛亚人也应该是这种，但由于一般人呢不会来不来就暴怒，小鸟除外啊。因此像阿斯兰在剧中爆种的次数啊不算太多，反而总是悠闲的在战场上划水。那么比较矛盾的点就来了，吉拉在剧中尤其是第2季的表现，那可以说是爆种如喝尿洒水，想爆就爆，并不需要什么极端的情绪，并且呢每次爆种以后啊都是一副事后胜如佛的状态。尽管按理说啊当时应该正处于适中，所以大家都会对爆种的条件有所怀疑。这个嘛，我觉得硬要解释，应该就是类似于龙珠，当悟空他们掌握了变超级赛亚人的感觉以后，就不再需要克林祭天这样的状况加持了，不然这也太费克林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超级赛亚人所带来的提升相对来说呢还是更全面且夸张的，而爆种呢则是仅仅提高以反应速度为主的，并不会让驾驶员可以瞬间变超人，也不会让机体的性能获得提高，只不过是驾驶员的操作更合理了而已。所以呢也不用太神化爆种的效果，不会爆种的超强驾驶员也依然是一流的存在。就比如我最喜欢的角色伊扎克。そうだ。
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吉拉开强袭自由穿越了，能杀穿其他高达宇宙吗？高达 C 的作为许多人口中的超级系动画，吉拉作为许多人口中的机神（括弧贬义的那种啊，回括弧），强袭自由作为许多人口中的最帅最强，这三个因素三位一体组合起来啊，似乎就成为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存在。那么如此强大的组合，穿越到其他的高达宇宙，真的能大杀四方吗？虽然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感觉，但至少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比较各个宇宙的设定来口嗨一下的。事先声明啊，本期视频纯属娱乐，大家不要较真儿。首先是 UC 系，这个呀得看年份，如果是0079，那么吉拉加强字的组合无疑是可以杀穿的。其实强字穿越到0079，有点类似于强字穿越到 CE71年，或者说是牛高达穿越到0079。毕竟 C 的底子呀就是超 UC 的，科技碾压这个很好理解。而像 Z 高达和 ZZ 高达时期，单看机体科技水平上，强字还是有明显的优势。卡缪和朱总想赢的话，就要看宇宙女鬼和 NT 控制对吉拉生不生效了。但如果 NT 也能够对脑波接收装置也生效的话，那结局啊还真不好说。而要是往后走几年，那可就不一定了。尤其是到了逆压，也就是0093，强袭自由呢也渐渐失去了性能优势。由于就目前手头找到的官方设定集中都没有标注强袭自由的具体发动机功率以及推进出力，因此啊很难判断在机体性能上面牛高达和强袭自由差距有多大。不过强袭自由还有光辉传递者系统以及成熟的光束盾技术，单就科技树这方面啊，强字好像是会有不少的优势。可是战斗方式上面，骡子的各种坑蒙拐骗的招式，吉拉在 C 的宇宙啊那可是几乎没见过的。毕竟 C 的那边驾驶员基本都是正面硬碰硬，再加上 NT 这玩意儿啊有各种的特殊能力，比如说预知危险呀、感应攻击啊什么的，也是能弥补机体上的一些劣势。而吉拉的爆种也只不过是加快反应能力而已，这一加一减，搞不好啊吉拉还真得被阿姆罗给收拾了。毕竟想想当初稍微玩点阴的，吉拉都翻车了。至于独角兽强袭自由啊，基本是没法看了，看我大文豪直接把你撕成碎片。之后的柯西 F91和 V 也用上了米飞甚至是米推了，在机体性能上面就基本不会吃亏。再加上艾利场这玩意儿显然是要比 C 的幻象粒子要强很多，吉拉加强字跟人家 S 1对1估计也捞不到什么便宜，更别提想杀穿了。所以简单来说 UC 纪元是可以前期靠玄学，后期靠科学来阻止强字的大杀四方的。G5都转过。高达 W 一般的机体呢，其实与强字的科技代差还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是除了重量很轻以外毫无优势。能够一战呢，还得是零式系统，能够预知未来，结合手里边毁天灭地的光束步枪，强字也是未必有胜算的。高达 X 月光炮这玩意儿啊，确实强，但还是偏战略性武器多一些。强字也比较擅长清兵线 ，Beat 也很难有所发挥。建议啊，还是找未删减的剧本，看看有没有别的出路吧。以现在的表现够呛。岛 A 我管你是吉拉还是亚拉，只要月光碟擦个边儿，就尘归尘土归土了。高达00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基本上吉拉还手的能力都没有。AGE 这片子讲啥来着？但这宛如超级系的拳法，就不像强子能接得下来的样子。这片子叫啥来着？他出过 MG 的模型吗？铁血，看我刚妈把你戳成碎片！什么？吉拉是一流驾驶员，还有 PS 装甲，而强字呢也有实弹武器，那可能是真挡不住了。水星的魔女颇有些大文豪遗风，不过啊，大河内这个相对温柔一些，估计能让吉拉在与傅雷的重聚中把强字化作宇宙尘埃了，真正做到取卵不杀鸡。所以我个人的结论是，所谓的超级系加极神加最强最帅的组合，在除了 UC 最早期以及未完善的高达 X 和属性相克的铁血以外，是无法在其他宇宙傲视群雄的。不知与你的想法是否一致呢？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喜欢小伙伴可以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